水下50米处，2名潜水员在回收昂贵的潜水设备途中，意外发现身旁多出了一根不该存在的绳索。好奇之下，一名潜水员拉动了绳子，下一秒，绳子的末端竟然出现2具遗体。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南非布须曼洞潜事故。布须曼洞位于南非北开普省一个名叫丹尼尔斯奎尔镇的镇上。1994年12月17日，年仅20岁的迪昂与团队一同潜入布须曼洞。在他们抵达约59米深处时，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迪昂的身体突然出现异常，意识迅速丧失，如一块石头般向着无尽的黑暗深渊沉去。同行的潜伴试图营救，但迪昂下沉的速度太快，最终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迪昂的身影消失在尽头。由于当时的潜水技术所限制，没有人能够把迪昂的尸体打捞上来。直到2004年10月28日，一位名叫戴夫的潜水员到来，打破了这一宁静。他是一位50岁的澳大利亚人。香港国泰航空的资深飞行员与迪昂不同，戴夫接触潜水时已年近中年，但是他凭借着飞行员特有的严谨、冷静与对冒险的热爱，他迅速成长为世界顶级的技术潜水员，并且有充分的潜水经验。那一天，戴夫决心挑战布须曼洞的深度纪录，他准备充分，独自一人潜入水底。不久后，他成功抵达了271米的洞底，打破了4项世界纪录。当他准备返回时，手电筒的光芒不经意间往旁边照了一下，一个诡异的景象出现了。在手电筒光的边缘，似乎有一个人凭借着过人的胆识，戴夫毫不犹豫地游了过去。走近一看，他才发现那是一具潜水员的尸体。戴夫瞬间意识到，这正是沉睡了10年的迪昂·德雷尔。戴夫的心中立刻涌起一个无比坚定的念头，他要将这个年轻人带回地面，交还给他的父母。他尝试拉动遗体，却发现他被淤泥牢牢卡住。无奈之下，他只能在遗体旁系上一根引导绳作为标记，然后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返回过程。一出水面，戴夫便联系上了迪昂的父母，告诉他们这个迟到了10年的消息。戴夫向他们郑重承诺，我会把你们的儿子带回来。这个承诺在潜水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近300米的深度进行任何作业都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每在水底多待1分钟，上浮减压的时间就要增加1个小时。高压下的混合气体随时可能引发致命的弹醉。许多人认为戴夫的行为是逞英雄，是毫无必要的疯狂之举，但戴夫不为所动。他的挚友同为顶级潜水员的唐雪莉也全力支持，并帮助他组建了一支由11名顶尖潜水员组成的梦之队。他们设计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分层接力打捞方案。戴夫作为第一组，独自下潜至271米，将迪昂的遗体装入特制的尸袋中。他将遗体带至220米处，交给在此等候的唐雪莉。唐雪莉再将遗体带至150米处，交给第3组潜水员。之后依次接力，直至遗体浮出水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团队在水下不同深度布置了35个备用气瓶。然而，这个计划中存在一个最大的变数：迪昂尸体的状态。戴夫根据自己的观察，加上咨询法医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遗体下半身应已完全白骨化，不具备浮力。2005年1月8日，打捞行动正式开始。下水前，戴夫的头盔上安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这是他此生的第333次潜水，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录像显示，戴夫的下潜过程堪称完美，甚至比计划提前1分钟到达了洞底。然而，当他开始清理迪昂身上的淤泥时，那个被法医专家和所有人忽略的致命意外发生了。由于布须曼洞底部的缺氧环境和巨大压力，迪昂的身体并未如预想般腐化。他的体内脂肪在厌氧细菌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种名为皂化的化学反应，形成了一种不溶于水的蜡状物质，即湿蜡。这种物质将他的身体组织、内脏甚至部分气体都封存在了坚硬的外壳之下，使得尸体如同一具木乃伊。当戴夫将尸体从淤泥中拽出的那一刻，像一个被释放的浮标，猛地向上弹起，瞬间撞向戴夫的面罩。缠绕在尸体上的旧绳索瞬间缠住了戴夫的身体和他手中的潜水灯。在极度的惊恐和慌乱中，戴夫的呼吸变得急促，心率飙升。在271米的深处，每一次急促的呼吸都在加速他体内二氧化碳的累积和氮气的溶解。最终，他身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了循环呼吸器的过滤上限，引发了严重的高碳酸血症二氧化碳中毒。录像记录下了他最后痛苦的几声喘息，随后他瘫倒在洞底的淤泥中，静止不动。水下220米处，唐雪莉在预定地点没有等到戴夫，只看到洞底深处一束静止不动的手电光。他立刻意识到挚友出事了。唐雪莉毫不犹豫地选择下潜营救。然而，当他下潜到244米深处时，一声闷响传来，他手臂上的呼吸控制器被水压压碎，这意味着他必须手动供氧，继续下潜无异于自杀。在内心激烈的挣扎后，他只能放弃救援，开始自救。水面之上，一场信息混乱正在上演。
后续的接力潜水员在指定深度没有看到任何人，地面指挥部一度以为戴夫和唐雪莉两人双双遇难，现场气氛凝重到了冰点。而此时被误传死亡的唐雪莉，由于额外的下潜深度和过快的上浮速度，她患上了严重的减压病，剧烈的头痛、眩晕和耳内剧痛让她几近昏厥，身体不受控制的旋转，数次险些脱手引导绳。她靠着惊人的意志力，在备用潜水员的接应下，艰难地完成了长达11个小时的减压过程，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身体也留下了永久性的损伤。这场备受瞩目的打捞行动以一死一重伤的悲剧收场。所有人都认为戴夫和迪昂将一同永远埋葬在不须漫洞的深渊里，然而命运以其最神秘和讽刺的方式书写了故事的结局。事故发生3天后，也就是2005年1月12日，团队成员彼得·赫普斯等人再次下潜，准备回收遗留在洞中的昂贵设备。当他们在水下50米处作业时，意外发现身旁多出了一根不该存在的绳索。好奇之下，一名潜水员拉动了绳子，下一秒2个黑色的人影从黑暗中缓缓飘来，悬浮在他们面前。其中一具面部是恐怖的骷髅，另一具则因肿胀而面目全非。他们被同一根绳索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在水中静默地对视着闯入者。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潜水员瞬间魂飞魄散。镇定下来后，他们认出了其中一具正是3天前遇难的戴夫。原来在戴夫死后，具有强大浮力的迪昂的尸体拖着戴夫的遗体开始了一场缓慢的上升之旅。他们被当初戴夫系在自己身上以防迷路的引导绳和缠绕的旧绳索连接在一起，最终在水下50米左右的位置达到了中性浮力，悬浮在了那里。戴夫用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式兑现了他的承诺，他没能将迪昂带回水面，却用自己的生命作为配重和连接，让2人的遗体最终得以被发现。可以说是戴夫将迪昂带了上来，也可以说是迪昂的尸体将戴夫从无人能及的深渊中救了回来。